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你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仁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单厚之，大家好。好，那国内那大罢免投票，你看到那个数字还剩24天，来创下最近几天发生的所有一些事情，大家来盘点，在这24天里面以后的投票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第一个，当然最遗憾是因为昨天发生了，就是彭振声的夫人发生了那个轻生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那你看到包括今天陈佩琪南下去吊唁啦，所有这些，黄昌发了总动员令，在这一次的这个24天以后大罢免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变数？基本上呢，今天呢是有媒体报道说，彭振声在回去的路上有跟记者谈到两句话，我觉得那应该是他最深层的感受。就一个是他当初从高雄要来的时候，朋友劝他台北太复杂，然后他自己经过这些事情，他自己讲的真是不值得。其实你从整个过程来看，真的台北太复杂。那彭振声现在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自己还有很多的难关要过。真是不值得。台北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因为现在当然就是金华城案嘛。那金华城案后面呢又有一个所谓的示范带。然后去勘验。所以他要出庭前，既然听到了这样一个悲剧，那对他来讲当然是人生重大打击。那当然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很多时候其实大家去揣测也没意义。但是就是不幸了。但不幸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很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一个表现，因为过去一整年到今年，柯文哲案大家都关注了半年多，那本厚的起诉书，大家都有看过嘛？然后或者那个场景都记得是那个假章，陈佩琪讲的，还有他妹妹也在场哦，假章是彭振声盖的，然后后面起诉书里面也有讲到4月多的时候是柯文哲和陈志涵在起诉书里面。那当然，法官去认证嘛。起诉官那边讲的，都是彭振声，是都委会主委，那个时候是全部推给彭振声，然后现在又变成是司法在迫害。那为什么要司法？就是因为示范带，因为整个柯文哲那边讲说整个审讯的过程，那审讯的，所以昨天才要再出这个庭。那这些你不觉得突然之间变化很大吗？那小草先前都是。当陈佩琪讲那段话的时候，小楚那边还放出了一个都委会彭振声的这样一个袋子，今天都开始去，昨天2点到北院声援彭振声，要求北院，可是他们去到过程中是阿北好无辜，阿北是清白的，你会看到其实对彭振声来讲，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么多的人，他们到底是因为人情义理，还是这个时候？变成是一个新的舞台，其实我们会观察下去。那为什么新的舞台呢？当然了，陈佩琪作为柯文哲的夫人，然后彭振声是柯文哲的副市长，出了这种悲剧，陈佩琪穿着一身黑衣也是人情之理嘛。可是后面呢，你要不要对他交代一下？你们去年是怎么样的把彭振声要当成推在最前面？现在你到底是只是自哀？有没有一点点对于去年所讲的话所发生的愧疚之心？然后呢，后面你就会看到的是，昨天小草马上下动员令，可动员令里面的现场，你看到的是阿北好清白，然后你看到是黄国昌下令726要抗议司法，要港通通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然后呢，傅崐萁也在造势，傅崐萁喊的也是怎么会变成司法是这样子，还柯文哲自由，然后怎么变成共产党？国民党开始像林涛、像朱立伦，就开始讲说是司法的问题，什么问题？这个状况跟彭振声他太太到底这中间的连接是什么？你会看到他们要的主题都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情绪上他们凝结他们自己支持群一个动力。那当然，国民党对司法这件事情讲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今天又出了事了嘛，主花费的副主委被收押了。那当然了，这里面呢还提到的是下一个会不会有个立委，因为他被收押的就是原住民的嘛，本案共犯卢圈一，那大家都知道是谁。那8月31号他会不会有事？然后呢，南投那边油耗那方面的一个中常委被约谈了，然后整个基隆那边张元祥被延押了，
所以国民党现在还在面对这司法的压力，但是现在呢，还是回到了现在离罢免24天，24天投票里面，所以现在是所有的情绪，坦白讲，这已经是最后的紧锣密鼓了。那紧锣密鼓的时候呢，不管你是不是自由神，你都要面对那个被投票的状况。可是这里面呢，你就看到各种情况，但是这里面呢，又有一个变数，就是我们有一位总统呢化身为教授，赖教授持续开讲。继续开讲之下，里面呢每一次都是盘古开天辟地说起，但是里面呢，当然国民党一定会去找到一些话题，变成所以因为现在国民党呢司法在喊冤，坦白讲他的支持群喊了这么久，没有什么支持，但是如果没办法让他的群众同情国民党，那就反对赖清德，所以又看到这个变数，所以24天里面你会看到这么多状况，可是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政治不脱于人性，现在出了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选民在看的是这件事情里面，你到底是有人说是人血馒头，有人说是敲鼓吸水，还是你真的与之同悲 ？OK， 元之跟润芳两位在，那蓝绿两大阵营队，我们就从眼下昨天的这个悲剧开始一路往下走。来，润芳，那这件事情你看到，包括昨天白银在集结的过程当中。黄昭他们有直接讲说赖清德道歉，然后包括像法务部长郑明耀下台，然后讲说这些司法迫害，所有这些。昨天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包括林涛，包括朱元主席，然后甚或直接讲说赖清德还要逼死多少人，类似这样所有这些词全部摆下来的话，显然这件事情已经不单纯是那样一件事。如果在绿营的角度的话，会怎么样解读这件事？我觉得应该是先讲说政治应该是要有人性，而且政治是可以有攻防。但是你不可以这么冷血，因为今天这个悲剧其实是一个憾事，没有人希望，或者是没有人期望或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但是应该先讲到民众党，他们昨天去集结，结果现场喊出了另外一个番外篇，就是投诚解放军这件事情。我想说，你集结小草要声援彭正生，但现场你在讨论就是。这个如果中共打过来啊，你会怎么样？就突然出现了一个要投诚解放军，大家就发现就是说，你这个小草集结本来是要下军令，是要声援彭正生的，结果大家发现在现场你怎么会去谈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那现场大家喊的不是说彭正生清白，声援彭正生，但是说阿北是清白，甚至那个现场还有旗子是说不同意罢免，就是各式各样。那主轴其实到底是什么？其实你们本来是要声援彭正生。那回过头来看，就是过去从金华城，从这个钟小平叔他去检举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一路看过来。民众党包含陈佩琪，包含陈智汉，包含周瑜修，每一个人，包含黄国昌，哪一个人有帮彭正生讲过一句话？大家都说阿北是清白的，没有一个人在帮彭正生讲过任何一句话，甚至讲说彭正生是清白，主要 focus 都是在这个柯文哲身上嘛。那甚至包含今天大家都有拿出来，就是又在回顾了，因为当时我们讨论了这个起诉书，讨论非常久了。当时在这起诉书里面，其实里面都有讲到啊，就是说，这个是275页嘛，说金华城增加农家这个陈志明有给一个相关的一个文字嘛，然后金华城容积率增加完全没有经过市长室，所以就是彭正生要负责任。就是彭正生要负责任，这是里面所提到的。今天民众党包括像徐府他们都有出来讲说，他们没有在甩锅这些过程，也没有说是彭正生。他说他们只是很单纯的讲一个市政的流程，流程上假章是由副市长盖，不是由市长盖，这是一个市政很简单的流程。包括刚讲那是都委会决议，也只是在讲那是都委会，不是柯文哲，也没有说是彭正生。他们就说不要把这件事情就摘成说他们是讲这些啊。再提一个说，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是陈智汉在旁边陪了彭正生，然后彭正生跟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现在就是绿营，就是赖清德总统，就是司法迫害要去负责。他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他们的一个说法。当时在2024年9月这一场小草集结的现场，陈佩琪到底怎么讲？因为他们都有直播，这个网络都有留下来，大家都有留下画面嘛。这个是在讲行政的流程嘛？他说。彭正生的这个假章
变成我先生的手铐。这个叫解释这个假章的行政流程吗？因为他后面这句话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彭正生因为盖了这个代行决议的假章，所以这个假章现在变成了我先生在土城看守所里面的一个手铐。这个是要解释吗？那如果是他们讲的是解释，那这个真的没有甩锅给彭正生吗？因为这个是起诉书里面，这也不是我们自己打字的啊。这个就直接写了啊，说所以彭正生要负责啊。所以彭正生要负责，然后下面里面这个台北市的民众党的议员陈佑成，他里面有提到啊，就是说啊，那建议柯文哲应该要讲说这个都是市长转授都委会研议啊，都委会经过专案小组的研议，市长皆无任何指示跟意见，所以他都不知道不参与。但你前面讲了一个彭正生要负责，这个不是通通都是切给彭正生？那我不晓得说你们现在是在考验大家的记忆力，还是在考验大家的 Google 能力吗？7月1号就是要来看验到底当时是不是有不正问讯嘛？对了，若芳刚才讲那个过程，原之字里行间里面，若芳刚有提到讲说，觉得蓝白阵营是不是借着这件事情在消费彭正生的夫人的这件事？蓝营跟白营有在消费这件事情吗？当然，彭正生在过程当中，你看到媒体上转述的一些，他有讲说，他当时是为了让他太太安心嘛，包括要认罪，然后希望能够交保这些。那他现在没有顾忌了，类似像这样一些词。这些词对蓝白阵营来讲，听到的话，在解读上面会怎么样去讲解？这不是蓝白消费，这是彭正生在骂检察官。他是说检察官太可恶了，他怎么会生在这个国家？这彭正生讲的好不好？那这个国家现在领导人是谁？赖清德总统啊。所以民进党要去骂蓝白，我也是觉得蛮奇怪，人家当事人都在骂你们的嘛。那一直讲说民众党甩锅彭正生，不是他只是在讲那个流程嘛，就是说柯文哲。这意思是说，那柯文哲也没有盖章啊，那怎么会扯到柯文哲？但他没有说彭正生有问题呀、他今天有说彭正生有问题吗？我没有看到啊。他们有说，哎呀，那个彭正生有图利，他有这样讲没有啊？陈佩琪是直接讲说，因为彭正生就是盖了那个假章，所以变成害柯文哲在牢里的手铐。他只是讲说，这不是这叫行政流程的解释吗？他只是在讲说他跟这个事情无关，但他没有指控彭正生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那彭正生自己就说，检察官彭正生是嘶吼的说，他要把一切事情都要讲出来。那到底他在被讯问的时候，检察官是跟他讲了什么嘛？那其实坦白说，彭正生他只是关系人啊。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是要针对柯文哲嘛。那检察官到底有没有在讯问的时候跟他说，你只要认罪你就可以出来，还是怎么样？因为彭正生他们就讲啦，他因为是一直被关，一直被羁押。他那时候认罪是为了要交保出来嘛，这就这样啊。然后2月1号的时候，那时候他在接受法官的询问的时候，对答完之后，法官问他一句话，就是说，你都讲说你都一切是依照法律，那你认什么罪？彭正生说啊，我觉得是合法啊，但是检察官认为有图利啊，那我就认罪啊。这到底是怎样？那就是配合检察官嘛。因为理论上图利叫什么？图利是说，他明知违法还要图他人之利，这才有贪污的问题嘛。那彭正生字里行间，感觉上他都觉得他是守法啊，那为什么认罪？因为配合检察官呢？彭正生字里行间，感觉上他都觉得他是守法啊，那为什么认罪？因为配合检察官呢、古代叫做那个屈打成招啊，现在叫做我一直压你，压到你愿意认罪为止，我再放你出来啊。那他的这个认罪是心甘情愿的认罪吗？这就是一个冤狱嘛。所以彭正生现在讲说他要把一切都说出来，我们就现在，因为我相信他在悲愤的情况之下讲出来的那一种一定是真心话，所以他应该就会讲出到底他在被什么情况之下讯问。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也不是只有针对这个彭正生啊，譬如说像黄旅，跟上次我们有讲黄旅，还台北市党部黄旅，还有另外2个台北市党部的党工，一个叫初文清，一个叫做姚富文，说涉伪造文书罪。那个初文清跟姚富文跟黄旅都已经被起诉了，起诉之后还是要继续羁押。当时检察官声押的理由是说，因为初文清跟姚富文2个避重就轻。什么叫避重就轻？只是说没有咬黄旅嘛，对不对？然后为什么要压黄旅啊？因为说黄旅这个是不是没有说实话？
不是他们都是被告，你今天起诉，你的证据都已经完备了，你这压这个到底在压什么？一定要逼黄旅认罪才要放出来，那是不是跟对待彭振声的方式是一样的吗？所以这个司法你说没有介入，我真的觉得说不过去。然后再来，昨天除了发生彭振声这件憾事之外，检方也去搜索了很多我们的5个党部，好，5个党部。为了什么呢？为了说，好像党部是不是有去伪造联署去罢免伍丽华跟陈仪？对，应该是那个原住民委员。原住民的委员，好。但是上次我有讲，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丁学忠委员，他的联署里面已经被发现有298件的伪造。这只是按298伪造，大家会想说，哦，3、4万件联署298，算很少吧？没有，他这个是寄查询单。1-2%的查询单寄出去，回函就告诉你有那么高的伪造，代表他的母体的伪造一定更多嘛？那实际上伪造联署这件事情对伍丽华跟陈莹到目前为止有影响吗？没有影响，为什么？因为他的案子连送都没送嘛，他已经没有这个案子嘛，你早办晚办其实都没有差嘛。但是丁学忠是7月26号就要投票了，那你该查会影响的人你不去查。已经没有影响的人，你急着要查，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去查国民党的，把国民党的人羁押了或干什么的，会影响到我们反罢嘛？这个其实在之前法界人就有出来讲过，就是说司法在面对可能会影响到民主社会的代表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他726以后也可以查，726不会影响啊。你这个讲的一样是办蓝不办绿的这一块，对不对？我觉得我都伪造文书真的会有影响是丁学忠，可丁学忠到现在都不查，已经不会有影响的，很积极在查。其实这个就是在影响我们反罢，要影响罢免的结果啊，这就是司法活生生介入了。委员其实现在在讲什么？他主要其实在讲说民众不要对司法的信任。他是在摧毁民众对司法信任。先讲一下啦，不是我摧毁啦，已经都不信任了，都做到这种地步了。当时这一个彭振声在法庭上面，不要忘记有没有被羁押，不管黄旅有没有被羁押，检察官他可以提出申请，最后继续羁押裁定的人是谁？是法官欸。那他会看你的证据，包含你的这个证词 ，A 证词跟 A 的证词跟 B 的证词到底有没有办法对得上？那如果有对不上，讲的不一样的时候，还有疑虑，那个法官他会有这个只有予以裁定，就继续羁押。这是有关相关的证据，以证据来做一个办案。那彭振声在之前在法庭上询问的时候，他就有讲过说他没有被捕讯问证，他就是承认他上面所讲的这些证词嘛，而且如果说像他讲的，那他的律师在旁边呢，认罪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严重，不管他今天是不是有比较缓刑，或者是比较轻的罪或干嘛，但你是认罪这件事情上面，他就是我承认我有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他今天为了这件事，他不用跟他的律师沟通一下嘛？因为我认罪的这个律师，他基本上他就不用再辩护啦。我认罪啦，他就不用再辩护了，他不用跟他的律师沟通，或者是他今天自己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律师不会去拉他一把吗？或去问他一下吗？这个是中间他还有律师在旁边。你现在讲的好像变成今天在这个密室里面就只有检察官，只有彭振声一个人，没有，他还有律师在旁边，讲的好像变成他是被严刑拷打一样。今天彭振声他后面的问题是因为柯文哲讲的跟彭振声讲的东西会有斗不起来的内容。可是这简直就是刚蓝绿两大阵营来讲，但任俊，如果这样讲的话，换一个角度着眼点，这件事情对，因为一个悲剧的发生，那当然大家都不太想要把它跟，尤其现在来讲，不太想要把它跟政治摆在一起。但是眼下来看的话，它就是会发生了一些的效果，而这样的一个效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的影响？这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了。那除了刚刚讲说，那对这个案子本身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就在未来在法庭上面的话，就一定会出现一些的攻防嘛。但在政治上呢？在政治上，国民党当然拿到了第一个他们觉得想要拿到的东西嘛。黄国昌正式的告诉大家讲说，民众党员们，请记得这个7月26号星期六一定要出门投票。投下不同意罢免啊，这最后的这个，而且是黄国昌署名嘛。国民党长久以来不就是要民众党一个承诺吗？在过去大家都看到说，哇，这个什么场合，然后谁去？那一天去龙兴花园，大家也在看，黄国昌怎么没有来啊？就只有这个张启凯啊，这个谁去？那今天得到了黄国昌这个说法我想对国民党来讲，如果就政治上面来讲，他达到他想要的，因为这过去一直是大家会觉得。
你黄国昌没有明确表达嘛啊。但这个到底能不能真的对国民党的反霸产生帮助？你光看哦，就是说这2天的整个的声援或什么东西，其实叫做各取所需啦。我对各取所需的意思是说，彭正生这个事件发生完了之后，我真心的想问，是彭正生会在乎国民党几个人被罢免吗？他现在为什么要管？他不会管这个。彭正生，我不认为我会去在乎国民党几个人。当然，可是却因为彭正生跑出来说叫大家来投下这个不同意罢免票。因为彭正生他妻子这件事，黄章说是就把它延伸出来了，甚至出现刚刚像若芳讲的，就是说一个这个活动在现场的那个主持人，居然会去问说，哇，那如果老共打过来怎么办？请问在这整件事情，你真的觉得？彭正生会因为你们这样连带讲出这些，他就觉得哦，对，你们在声援我吗？就过去这一段时间，为什么大家会去很好奇？就是说，其实你真的看整个金华城案爆发到现在为止哦，不管是在媒体这么讨论，其实多数都是有一个概念，会认为说这么庞大的一个案子，柯文哲不应该不知情，那对于副市长，因为整个市在做所有的决策，尤其这种重大案，市长做决策是合理的吧？所以有一个副市长就决定，然后市长没有意见。其实多数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去批评这个所谓的这个彭正生啊，那一直在谈论彭正生的角色，其实反而是民众党自己的人。我就讲哦，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每个人立场不同啊，就比如说，民众党之前有个立委嘛，叫林义君嘛，那时候不是去讲说谁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什么的，对不对？那时候大家批评讲说你这个说法不适合，他说什么？我是为他好，就他自以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嘛，就包含到今天这个彭正生这件事情，居然延伸出来是赶快把柯文哲跟黄吕锦如放出来，我甚至更好奇是怎么会把黄吕锦如一起拉出来，就是说哦，今天这样子就代表什么意义呢？国民党的立委如果不清楚国民党的人如果不清楚到底金华城案错在哪里或哪里有问题，请你们先去找一下你们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叫游淑慧，因为他是金华城的那个调查小组的召集人嘛。我必须讲如果我是彭正先的角色，我一定骂检察官。因为在我的认知，我会认为我是因为今天要来出庭，我没有办法去顾及到我的家人。即使这一段时间大家都讲说，事实上他很早就已经没有被羁押，这没有被羁押的角色，他也不是每天在出庭。昨天的那个庭，就是因为为了一个到底那神秘的2小时，你们到底有没有不正讯问？那如果大家有记，因为网络真的是个好东西嘛，网络上面其实就已经都有，就是说。当时在质疑这个所谓的空白2小时，彭正生其实就已经有讲了，他的律师也都说，所谓的2小时的时间里面，就是有吃饭、有休息、有上厕所、有吃药的这个过程。但因为柯文哲这一边，他们一直不认为说有这个2小时就是神秘的。我觉得还好的是，大家没有放一个示范带，你知道吗？播出来之后，然后突然2个小时没有声音，然后这叫做示范神秘2小时，还好没有出现这么荒谬的事。可是也就因为这件事情一直有争议，所以到最后昨天才会有一个勘验的庭，说好吧，那我们就来勘验那2小时。那我也要问啊，那如果是这样，请问在当时彭正生如果说他那2小时是在吃饭、是在用药，是这样，那到底是事实还是假的？我觉得他凸显出非常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讲，昨天开始突然彭正生变成民众党集体高度关心，跟国民党集体高度关心的一个对象。但我还是会觉得一件事情啊，柯文哲案爆发到现在为止，请问多少你们这些现在去声援彭正生的人，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彭正生讲过一句话没有？有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要害人啊。就比如说主持人会说，看俊你这边怎么好像这个表现的怎么样？我说没有啦，不是我的问题，是因为猴子做了什么事情，我不见得我要害猴子啊。但是我为了证明我是清白，我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往别人身上去强调，就是我其实清白的。那问题就来了，我为什么刚刚举林义君的那个例子？他说我今天是因为我是为他好，可是你自己的对他好，其实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后果，是会造成别人的看法会，现在已经不是看法，刚若芳提出了非常多那些东西，在起诉书上面直接明白写说柯文哲跟陈志涵的赖的对话记录，我就请教大律师。
柯文哲的律师或其他人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如果他今天发现检察官胡说八道，自己编剧，自己在那边冥想出这一段，你认为律师会不抗议吗？结果今天刚刚洛方说的那一段，我今天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因为有人跑来我这边留言，你知道他们留言说什么吗？什么推给彭正生，说彭正生盖假章，所以彭正生要这个负责，这是侧翼的造谣。拜托你们刚刚画面都放了这么多，难道那是 AI 合成吗？那叫示范带吗？但他们现在已经乱到，就是说没关系，你们现在讲了，我们都不承认啊。就算陈佩琪有讲过，是不是？所以才跑出了一个徐府的那个说法。他说他在告诉大家，那个叫做行政流程。那我请问一下，行政流程讲完了，最后要究责的时候，你的这个行政流程的说法，不就是在责任的部分要做一个切割吗？不过现在看起来，或者你看到，如果讲的话，就是蓝白阵营跟绿营这个地方，你有看到，蓝白阵营这个地方刚才罗列出来的这些重点，就是在于一个国家司法怎么会搞成这样，甚或有点隐含的味道，是说政府是不是在主导司法对于在野阵营的一个迫害？那蓝白是这样，然后绿营这个地方，你看到很多人出来就会讲说，在这种时候，这个节骨眼，为什么蓝白阵营有人要去啃人选馒头？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还去利用这样一些悲伤？说白一点。因为离大罢免投票就24天，每一件事情，就算它不是直接是跟罢免有关的事情，但只要这样的出来，跟不管是政治人物、跟公务员、跟什么有关系的，多多少少会影响到那样一些的氛围。而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大家看到是已经互相打到犬牙交错这个样了吗？我觉得彭正生的他老婆这个不幸的事情，大家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如果没那么正式的，第一个想到的是对司法的控诉，对司法不公的控诉，我想这是多数人第一时间，而且一个人过世，那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然一条人命。我第一个会想到类似的事情，我是想到郑南榕。郑南榕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体制的控诉，所以我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自焚嘛。那彭正生他老婆其实也是这样嘛，就是说。今天我对这个体制我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对很多人来讲，他是会非常有感。原本可能对这是无感的人，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变成愤怒。尤其是我们这一阵子在讨论大罢免的时候，一直都有检调的角色，不断的在讨论检调。今天压这个，明天收那个。昨天又大收一篇的时候，你检调刚好对到这个刀尖上面去。然后。那大家看到的是这样子，然后他今天在讲的是你整个司法的公信力都崩掉。你整个司法的公信力都崩掉。好，大家都怀疑你整个司法通有问题，不是在讲你个案，所以现在在讨论个案。对一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你要说绿营当然想要把它转成说，你看彭正生跟白银之间他们自己这么矛盾，他们原本互相打成这样。但是我必须要讲说，就你再去讲个案的时候，对一般人讲没有意义，因为他觉得你这边全部都是假的。而且就是说我必须要讲说，这个议题本来对绿营来讲就很不好碰。绿营去找到一条小路，说，你们看他们跟民众党柯文哲家跟彭正生当初如何恩恩怨怨。可我必须要讲。这个议题你是一定不会得分的，你怎么打都不会得分的。你虽然找到一条你觉得看起来很不太失分的路，但是这条路其实也不会得分，而且稍微一偏就会失分。我觉得民进党聪明是应该不要再去碰彭正生的议题，因为你把那个陈佩琪打烂了，司法公信力就回来了吗？不会吧？大家还就觉得是这个司法跟国家没有关系了吗？刚刚讲到说案情，我必须要讲有罪无罪跟压人取供是两回事。柯文哲或许有罪，但是你是不是适合这样压他？彭正生或许有罪，但是你是不是适合用这样的方式办案？这两个是不同的。他有罪，跟你办案手法，你如果国家机器的办案手法是不合理的。民众还是不会接受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讲，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议题上面来讲已经是失分定，而且我觉得这件事的影响是比想象中严重吗？我觉得严重，因为我刚刚讲了，
你整个大罢免过程中，你检调太抢戏了嘛？你过去2个月哪一天没有讨论到检调？哪一天没有讨论到假联署？哪一个假联署少到检调？你现在告诉我说，司法还是公正的，那些东西本来就错。你看他们当初1、2、3、4、5、6、7、8、9的证据，彭正他老婆就是我就死给你看啊，对不对？我就是受委屈，我就是有冤没有处罚、啊，所以你检调原本在这个案子中这个过程中间就扮演了这么重的角色，你现在这一块东西被推翻一大半嘛，而且民众愤怒嘛，为什么会一个人他还是个官呢、他还是个官夫人呢、他被搞到说他除了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后志刚刚讲的这段，若方要不要先回应这个？是整个司法制度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悲剧受到这样的一个质疑吗？后志特别把最近这几个月里面，包括各地方的因为伪造文书的搜索啦，所有这些，然后全部都摆进来。赵少康昨天有人讲说什么都已经这个时间了，要不要放了柯文哲，包括放了黄旅，因为有必要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所以整体来讲，真的司法因为彭正生的夫人这个悲剧以后，整个司法的形象整个被打掉了吗？我觉得整个司法的形象到底有没有被打掉？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说，当然彭正生这个案子可能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那现在大家就是像后志哥讲的，他就讲说，第一时间会觉得，因为刚好就在这一个案子上面要开庭的时候，当然大家的想法一定是我第一个想法也是怎么会是这样？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也是第一个是惊讶，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会是刚好要出庭前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我当然是觉得说，今天如果检调或者是法院这些等等有一些不正讯问，我当然觉得一定要处理，因为这是要尽速处理的事情。那这就是是不是要另外展开调查，说在这过程当中，或者是本来要开的7月1号这个勘验的这个部分，那就赶快把它开完，来确认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至少你还可以有一些的挽回，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不当讯问？因为你现在刚才重点不在这个案的不当讯问哦。当然，他刚刚是在讲说伪造文书的这些事情，检调角色太重，因为太重，所以再加上发生这件事，所以他就说整体才会造成司法形象。甚或讲白一点，会把政府的形象跟司法，照理来说，政府跟司法不应该白。我讲政府是行政单位啦，不管是总统或什么。所以后志刚刚讲，一直重点是在包括这次伪造文书的所有的搜索，检调的角色太重以后，因为发生了这个悲剧，就会整体让大家开始，尤其我相信蓝白阵营的一些支持者会因为这些事情就会受到很大。这件事情最大的影响会是在这个地方吗？我觉得当然一定还是会有些人开始，因为本来大家对于司法的体系，你去看所有的问卷啊。从以前到现在，对于司法的信任程度，大家都会打上一个问号。他的信任程度本来就不高。那你现在说，我把彭正生的这一个跟柯文哲相关的金华城案，然后加上死亡联署，因为刚好又集结在这一个时间点里面，那它本来就是2个案子。那现在汇集刚好都是司法体系的时候。我觉得一般民众当然会这样看，可是我觉得我们理性上面来讲，他要把它拆开，然后在国民党其实我觉得老实说，在这上面策略是聪明的，因为我把它全部包一起，这是最快，因为我不需要去解释其他的东西，所以你就看当彭胜生的太太这个状况出来的时候。就喊的就是国家怎么会变这样，司法迫害人命相关。然后在傅昆萁的这个造势大会上面，他是反罢免，他喊了什么？释放柯文哲，然后这死亡联署刚好又剪掉一起，这就是半蓝不半绿，还司法又再把它牵在一起，所以塑造成变成一个国民党是被司法迫害，柯文哲也是被司法迫害，所以这是一个司法不公，所以就是政府在操弄这样子的一个司法。让整个司法让大家觉得他没有办法做一个信任，那大家要的就是刚刚讲的各取所需嘛。民众党要什么？要的就是，那我要强调柯文哲是被司法迫害。国民党要的就是小草我挺你，那我们也是被司法迫害，所以大家要看这一次的大罢免，我们就是被司法迫害的一群，所以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票。结论是这个啊。好，那如果结论是这样，明凤，这个结论下来以后，对于24天以后要投票那个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好，今天有很多跟这个有相关的事，因为那个示范带的事，
北检今天又传了民众党的张启凯委员去作证，因为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讲相关的一些话嘛，他传他去作证。可是如果把刚才讲的这几件事，那彭正生夫人的悲剧，然后司法，因为昨天又收5个党部，然后刚看到那国民党主发会的副主委被收押，然后这些事情一路加上来，它会产生国民党喊出了一个说，执政党要借着司法力量瘫痪在野监督的力量，把这个摆进来以后，它会产生多大一些影响？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说这个司法的东西，他们国民党已经诉求很多个月了。那我就反问一句，如果你们犯法，可以不要办吗？可以因为选举到了，所以就不要办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那你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别的诉求，所以你们就一直吵这个。那吵这个到底有没有用？那几个月来，你们的这个罢免的仇恨值有降低吗？好像也没有嘛。但是彭正生这个事情呢，的确会促成白营的小草会有比较激动的感觉。所以说，为什么傅昆萁在自己的场子里头，最后要喊救救柯文哲？这个就是对小草有用，因为这件事彭正生跟柯文哲的在这个金华城的案子的角色是对立的嘛。如果彭正生有罪的话，柯文哲就可能没罪啊；柯文哲没罪的时候，彭正生就有罪啊。那或是反过来就对了啦。那所以说，那今天一直说彭正生有罪的人是你们民众党啊。是你们说，你们盖了人家的什么假章或怎样啊？那其实这个什么示范带，你们也是说，这个检方呢是要是在压逼什么朱雅虎或怎样？那你彭正生现在也要放袋子，那是放袋子前去。当然，这个这个下面有流传很多家庭的因素啦，譬如说他42年同时照顾婆婆跟这个小孩，他在家里面的压力也很大，或怎么样类似的情况。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会变成今天，因为在大罢免，所以变成一个政治上的东西。那政治上的东西最有影响的就是小草那一批人。小草因为第一个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民进党了，就不觉得说民进党一上台就是把这个柯文哲给关起来的人，然后再来呢，他们也不管以前是怎么论述的，是不是民众党那些人逼死这个所谓逼疯这个彭正生的，或是彭正生自己的本身财产不明罪也有问题啊。不是说我太太过世之后，我自己本身有没有罪，就好像免罪一样，我们还要理性要检视你到底有没有犯罪嘛。所以说，但是问题就是有一批这个死忠的小草，他一定会觉得说，这就是你们民进党害的，就是这样子。那你说民进党都不要讲话，不要碰吗？怎么可能呢？他一定要防卫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小草会引起小草投票的，因为小草本来对那些蓝的立委没有什么感觉的啦。他们就说啊，你们这些人罢不罢不关我的事，但是你扯到我家的柯文哲，扯到我家的民众党，那我就会有一股力量，有一股愤怒要出来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小草一定会引起小草的这个投票潮，所以说你叫民进党闭嘴，不要再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再怎么样也要澄清。那我觉得就是说，那你民众党你自己要好歹要看，不要因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肿了也是很不好看啊。过去你一直讲说是彭正生什么诬陷什么柯文哲，陈佩琪那句话不是更毒吗？或怎样？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整个东西，包括邵秀佩。大家都已经讲过了，就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一直说不能这样子处理金华城案子，不是已经告诉市长了吗？那市长就是硬要交代他们去做嘛。那现如今这个你犯罪，不管是市长有没有交代，反正你做了，你就可能你就要背啊，你就是有犯罪嫌疑。那你因为你诚实交代，所以你交保了，你交保回去了，那基本上。在检察官对你的态度上面，其实也比较好啊，并没有说继续羁押那个柯文哲跟那个沈庆金，还有谁应小薇嘛，应小薇是还在羁押嘛？对啊，所以说，那你今天彭正生，我也不晓得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大家人在悲伤里面冲出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读。我觉得是大家现在解读都想太多了，但是唯一比较膝盖性或是比较
我这样讲一定要被小草这样子，但是呢，就是说小草会比较有感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小草的投票率就会高。那但是呢，你作为绿营，你可能不防守，你还是要防守啊。我叫元之，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因为你现在一定要在地方上跑，对不对？好，你跑的过程当中。媒体上面有媒体上面想说，不管是彭真夫人的这个悲剧，然后包括整个，因为昨天又收了5个党部这些，然后今天你们主发会副主委，然后也被收押嘛，这些事情再加上赖清德总统的10讲的前3讲里面的一些内容，有人形容说这可能会是在催反霸里头，非常重要的，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你自己在地方跑的时候，有感受到？这些事情对于你催出你支持者的那个热情会有任何的影响吗？因为彭真这个事情是昨天才发生啊，那这2天去跑有啊，但是因为有些人还不太，昨天我觉得有一些人还不知道这个事情，OK， 但是这几天应该会发酵啊。我们在地方跑，我觉得最主要大家还是在讲说，不是去年才选你，为什么今年又要出来帮你投不同意？我觉得讲最多都这个啦，讲最多都是这个啦，就是说。不是刚选完，然后就在搞罢免，然后就骂一下赖清德啊，这1-2年都不干正事啊，这些搞斗争啊，最多是讲这个啦。那当然，我觉得彭真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过几天会发酵？你自己的感觉？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司法的东西，有的时候人家也会骂一下国民党啊，就是说啊，那你们为什么这么弱啊？也是多多少少也是有，可是我觉得就陈独这后志哥刚刚所讲的，就是这个整体嘛。就比如说我刚刚说你要伪造文书你要办，为什么比较急的丁学忠你不去办？你去办一个已经没有成案的那个吴丽华，对啊，你去办丁学忠还受影响哎。假设你这个他的2阶的联署都是伪造比例非常高，他根本不应该成案，就726，假设你投下去，他把他罢免了，这才是有影响的。假设你这个他的2阶的联署都是伪造比例非常高，他根本不应该成案，就726，假设你投下去，他把他罢免了，这才是有影响的。吴丽华跟陈莹根本就完全就没差了。他有顺序好不好？丁学忠的事情是比吴丽华跟晚发生的，因为检方顺序啊，他不会考虑你说啊，我这个时候要办什么案啊？检方那个时候把这一次的这个罢免这个联署伪造联署这个事情讲这么严重，他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动摇这一个民主嘛，他们讲这么严重，那丁学忠就不动摇吗？丁学忠如果万一怎样的话，对不对？所以当然是丁学忠应该要去处啊，结果。所以整个事除了这个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那个彭真生这个司法的事情，整件事情加起来，你就会觉得说，真的确实好像司法对于非绿的这一块，好像是特别的。来，任俊，没有，我觉得很多事情谈论 OK 啦，但不要去脉络化。就有些东西有时间序，还有一些东西是有制度上的问题。就比如说刚刚讲说丁学忠的那个，刚刚元之说了一句，根本就不应该成案啊。但可能元之忘记了，我们有一个东西就是罢免案1阶，不管你1阶、2阶送了之后，如果它不符合规定，它剔除掉完了之后，该送司法归司法，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你可以补件。所以它只要补件后来过了之后，事实上程序就是继续走，因为有一个规定，有一个游戏规则是可以补件。国民党现在的翻页的原因是因为他连补件都达不到。你看那几个大家讲说，我好不容易要有接近成案了，还要继续拼要干嘛的？这个都是国民党的人自己拿罢免别人来作为反制罢免的工具，但最后失败都是来自于是2阶都没有送件嘛。那你为什么2阶送件那个没有啊？送件没有，连补件的机会都没有，你们都没送，所以我讲就是为什么讲不要去脉络化的概念来自于这人均哥有误会我的意思，因为我前一趴讲的比较完整啊，前一趴是讲说丁学忠298件，那只是寄出2-3%，可能1-2%就发现有298伪造。那它有可能，它整个母体的伪造的量是非常大的。我讲，我刚刚是这个意思。那所以你这个没有查的话，你怎么知道赞成这种质疑？对啊，而且我也讲，就是说，既然罢免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是全国已经有这么多区，那如果按照这样，是不是各个区或各个这个地检署按照各自办案的角度说我今天这个办案到这样。
我其实个人会认为，他应该要有一个统一的做法，包含到该不该怎么样一个公布到多细，因为这个是社会高度瞩目，这点我完全赞成。但我刚刚为什么讲说不要去脉络化的概念，就来自于这里。就像去连结说哦，这个哦，因为彭正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就代表柯文哲一定被冤枉。我觉得这个的大跳跃，甚至在跳跃到说哦，今天就是一个哦，这个因为彭正生的事情，所以代表国民党也是被压人取供。那你单挑一个说把黄旅锦如放出来，我就再问一个，国民党只有一个黄旅锦如被收押吗？有没有压了100个了，快100个，没有压了20几，没有压是压了20几。我也觉得柯文清不应该被压。新北有31个，压没有那么多，不是，那是起诉跟被告压没有压，大概到目前总共大概20上下了。对，就是说到包含到今天这个主发会那个黄碧宇嘛啊，就是说他今天也被羁押。我觉得刚刚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检察官再怎么样做，他还是必须要有一个概念，是我提出声押之后，羁押庭的法官，今天黄碧云的那一个，如果看媒体的报道是30分钟羁押庭就结束了，我不知道，请教大律师，30分钟快不快？快。那他之所以快，到底为什么？法官乱搞，法官这个胡那个完全就闭着眼睛就给他签，不是快不快？其实大家都有经验了吧？现在。那时候每一个羁押庭，我们不知道都在那边等，又续押，对，要多久？大家都在那边等嘛。东西不要去脉络化，当然可以质疑，我当然觉得赞成可以质疑啊。就像彭正生今天这一个，他到底是不是因为说哦，他觉得是被检察官哦欺负或是怎样？这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角色会在里面啦。他中间会出现一个。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过程当中，因为看了非常多份一些民调，都在讲说蓝营的好，你说反罢跟赞成罢免之间，反罢的总体数感觉上比较多一些，可是那个要出去投票的热情，一定是赞成要投票，那个都可以拉到8成9成，是，那反罢大概你说4成5成或者国民党最头痛，大家也都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所谓的怎么样把支持者能够吹出来，让他们有感受，敏凤刚刚讲的是，国民党其实喊所谓的半蓝不半绿，或是那个司法侦办啊、政治迫害或什么，其实从第一天侦办大概就一直喊到现在。可是那个热情，但是一条人命，它的影响绝对不容小觑，因为那对所有台湾人来讲的话，发生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些冲击。所以当这件事情出来，当有人把这件事情跟刚讲为什么现在在讲那个彭正生夫人这个悲剧的时候，当有人把譬如说柯文哲为什么压了那么久，那黄旅该不该放，把这些摆在一起的时候，那整个动能的感觉会不会就不太一样了？我当然认为会有影响嘛。好，当然会有影响嘛。不然你说今天那个反罢方搞了这么久的这个运动。搞了这么多的场次，然后你到最后说完全大家一潭死水，那我也就是必须讲，那个政党真的就没什么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哦。但我真的最后补一个哦，因为刚刚元之提到一段，就是说他在这2天他还在跑行程，对不对？然后他听到最多的是他的选民跟他讲说，为什么才才选你到现在要再投一次，立刻讲。我觉得其实当下元之，因为元之现在就在我旁边嘛，我觉得元之应该更想知道的是，那你会不会出来投票？就是你的疑问会不会化为行动啦？这才是你今天不管操作任何的议题，我很早我就讲啊，我就说国民党一定操作仇恨嘛。今天去质疑司法，今天去诉求什么黄旅要放出来，谁他不就操作一个仇恨值吗？就是我今天是被不公平的对待。OK， 但如果元之到现在他还去跑这个行程，听到最多的人还是跟他讲的是，为什么几年你都会用？他不是疑问，他们是不爽啊。那不爽，他会不会出来投你？他们会不会出来？会不会出来投你嘛？好，那我们就等着看嘛。OK， 东西上，我讲一下，我觉得任俊刚讲到的问题就是现在严重的。我们一般跑新闻的人，我们会知道说，司法检调跟司法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行政，一个是司法。好，那律师这边当然更不用讲，但一般民众或许没有把它搞得那么清楚。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你2块的公信力快崩了。好，因为你检调很简单嘛，你到现在为止检调都只有一句话，真正不公开，法院只有一句话，司法独立。好，大家都不要问。好，我做的就是对的。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的前提是你本身的公信力要非常非常好。你民众要非常非常相信你啊，所以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容忍啊，因为你们都是调查必要，你司法是独立的。当这东西破掉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整个就毁掉了。你现在就说民众看不到那把尺嘛？为什么这个有办那个没办？为什么今天你昨天才死一个人，今天把张启海又约去继续压？
你们是怕人家对你们不够怀疑吗？为什么张启凯又要被约？监察院的几个到现在都动都没动。民众感觉不到那把尺到底在哪里嘛？为什么这个人会有事，那个人会没事？你们之间的衡量是什么？所以现在的这个问题是说，不是检调的信任崩掉了，是你整个司法体系的信任都要崩掉，这个的后坐力才会大。因为今天现场4位媒体人都资深媒体都跑了非常多年，来庄家，你呢？你的解读也一样吗？基本上我也记得我在这边讲过嘛，对于黄李启儒一定要压，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很多人是觉得有嘛。但是中间的一路收到这边，对于这样一个案件，我以前也讲过，当年的时候在建台活动中心，检察官有时候碰到政治敏感、激烈的案件的时候，其实惯例是什么？等到我不要参与政治嘛。然后这一次有没有让人家觉得检察官好像太积极了一点？社会上有嘛？然后再过来，我说甚至认识很多调查局的人也在那边抱怨啊，每天在那边比对笔迹。我们国家只有这件事情能做吗？他们也有抱怨啊，这些东西都有啊，所以这里面会出现呈现出来了，大家是有意见的嘛。然后对于是不是罢免这样一个制度，通常的民主制度起来是什么？针对行政权，没有专门针对立法权的，这也是很特殊嘛。社会有没有意见？有，所以民调里面都呈现，反对大罢免的，不认为大罢免的多嘛，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都有。但是有一件事情，台湾社会问一件问题哦，我为什么前面刚开始讲那么保留？因为台湾社会很敦厚，出了一条人命，大家很关切。但是你看有几个人立刻把这条人命连到直接相关，因为大家要等更多的事情，所以如果有直接相关，这就是会很多人觉得是政治操作嘛。但是就算这么多政治操作，国民党一直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没有投票动人嘛。我一直讲说没有人同情国民党，当然有一些积极的。但是就是没有人同情国民党嘛？你说比例不符合比例原则，很多人支持啊，但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就是不愿意出来。所以国民党今天问的问题，国民党讲这么多就讲这么多，但是国民党你没有让人家觉得，所以国民党到今天为止欠缺一件事情，你们这1年的作为，到底为什么你们自己没有向选民说这1年的作为，你们有反省？你们有觉得有些东西过了，过头了？你造成今天的局面，其实今天的问题，你不要再讲这些道理，因为现在只剩20几天，投票那一天，我们到投票的时候，最后是什么？投票那一天就是综合情绪，就是综合情绪，就是一个情绪的发动，所以现在只剩20几天，还在那边什么盘古开天或什么都没有用。当然，现在国民党在清德，对，我就讲，当然现在国民党确实有回来一些人想投票，为什么？因为当他们那些人是没办法同情国民党。没办法支持国民党，赖清德对他们来讲，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赖老师开讲，那开讲里面太复杂，复杂到了那些情况里面，而且呢，你会让的是赖老师他有一个他对于台湾中华民国的一个信念，他的理解，他的故事。可是我们总统有授权你，我们投票总统有授权你重新诠释中华民国史观吗？那这个东西在蓝军那边是有用的，所以你会看到，确实蓝军有在回流，但是现在蓝军要问的问题是，那你们自己怎么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不要跟赖老师一样，赖老师呢今天跳一个，明天跳一个，国民党也今天跳一个，明天跳一个，最后只剩20天，最后没有效益。也就是你在地方上跑，那赖总统的团结师讲，那到现在4讲了嘛 ，OK， 你们真的觉得赖总统在这个10讲里头，对你们来说是在这次24天剩下24天里头，本来找不到一个除了叶元之以外可以站在对面形塑出来的稻草人，你们现在找到了一个稻草人叫赖清德吗？他不是稻草人，因为他现在已经与公民同行了，然后已经要参与这个大罢免了。那当然大家就要开始做比较，你是要支持赖清德的大罢免，还是要反大罢免嘛？因为赖清德终于出来了，他的理由是说，因为公民要求，所以他们必须同行。但是其实现在整个社会大多数公民是反大罢免，他为什么不跟多数的公民在一起，要跟少数公民在一起？因为对他有利嘛。从头到尾，这个罢免国民党的在党立委都是对他有利嘛。那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就是要跟他去做比较。那他这个团结10讲，名义上是团结，但都在骂在野党，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一直骂
我现在要跟任军哥和好，我一直骂他，我说任军哥和好，他会理我吗？我就觉得这个团结思想，我也是觉得很奇怪。然后在这个时间点登场，早不登场，晚不登场，在这个时间点登场，他的理由是说，因为这个时间点很多民间团体密集的邀他，真的吗？平常大家都邀到总统哦，就是很荒谬啦。那每一奖里面当然都会让人家有印象深刻的金句啊，比如说第一奖就让我们了解了这个长毛象的历史这样啊，然后第二奖的时候就打掉杂质嘛哈，第三奖啊就更多谣言的啊，什么台湾没有派制宪代表去啊，甚至于造谣到说马英九跟陈玉玲见面的时候自称区长，天哪，我听到这个我简直傻眼哎。你随便判断就知道，马英九不可能自称区长，怎么可能由一个现任总统去讲出这种侧翼都讲不出来的话，公然的现任总统去造谣前任总统，所以当然这个会让人家很扯嘛，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很多人说是低级啦，哈。公然的现任总统去造谣前任总统，所以当然这个会让人家很扯嘛，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很多人说是低级啦，哈。那第四奖就是昨天依然在造谣啊，譬如说他说这一次什么在野党删国防预算是史上删的最多，根本就不是，好不好？第一不是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嘛，2020年那一次。那国防预算编了3580亿，删多少呢？删68.11亿，删减比例1.9%。2020年是民进党执政，民进党国会多数，删了1.98%，就这次就不是最多啊。那这一次删的多不多呢？我跟各位报告，这一次总共编了4760亿，减列了46点多亿，不到1%，而且这46点多亿里面的45点多亿是什么钱？是那时候跟美国买2款无人机，美方报价报太多，所以呢才删了这45点多亿。这笔钱呢，当时在国防委员会，国民党跟民进党是5比5，最后关键的王定宇委员，民进党的投下3的那一票，所以是王定宇赞成把这个钱删掉。他说，因为要有财政纪律。那发生这样，那这个事情我不相信赖清德总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王定宇还因为这样跟柯建铭吵架。那时候柯建铭骂王定宇说，怎么可以跟国民党一起删国防预算？王定宇跟柯建铭说，你要不要去研究一下你的认知是不是有问题，要检查一下。这个事情闹多大？你赖总统都没有关心一下柯建铭的健康吗？所以这不会不知道嘛？这个就是在造谣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从头到尾都认为国防预算应该假设要编到 GDP 的3%或 3.5%， 我们都支持啊。这个从来没有说不支持啊。所以为什么要刻意的去造谣说？我们在删国防预算，就是要做大罢免的攻击嘛。OK， 袁志刚讲来，瑞芳，他甚或直言说赖总统在这里头有一些词是造谣的东西。我是觉得，因为从第一奖、第二奖、第三奖，应该讲说这10奖来了。那当然，总统是希望说跟公民站在一起，跟公民对话。我觉得初衷当然是非常良善。那是不是中间有些用词上的一个精准度？我自己认为啦，我自己觉得它可以再更精准一些。那甚至我们跟地方上的选民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其实讲说，那总统可以讲的再更白话一点，可以再讲的更白话一点。其实大家有在听，但希望可以更白话一点。那至于说有没有在造谣，我觉得国民党自己在很多的场合，其实包含傅昆萁为什么不让媒体进去他的造势场合，他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错的，是造谣的。那你说删国防预算这件事情，不管是任何政党，身为民意代表，你是代议士的时候，你在这一个位置，你要去监督所有的预算，你认为报价太高，是不是应该删？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删啊，本来就是应该删，不管是今天是不是民进党执政或是国民党执政，你要删的合理，你要讲得出理由，我为什么要把它删少一点？那这一次乱删预算、乱砍预算的状况，国民党是嘴巴上说我们没有不支持啊，但是身体很诚实。你去看所有的在国防预算上面的煽动上面，其实是没有理由，很多都是乱删乱砍嘛。那不只是国防预算嘛，是整个国家的总体预算来讲。那一天我看
之前前几集啊，就是谢龙介也是讲我们没有乱删，我们没有乱删。但是冠廷坐在这边的时候，他就一一把所有你们乱删，甚至删的比原本编列预算都还要多的，这个叫做你们很认真在监督政府吗？你们是在为人民把关吗？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台北市议会，我们在审所有的预算的时候，我们也是一笔在委员会里面讨论，我们从来没有说统删3%，统删多少全部砍掉，我们从来没有，我们都说。那我们今天我觉得报价太高，编列的太高了， okay. 那是不是打9折？那官员就会来说，这样子可能有点窒碍难行，有一点在发包上面有一些问题。我说好，那我们尽量至少还是要砍我们95折，让你可以好运行，可以让你好运作，这是为了国家，为了台北市的运作。但是你们却在整个总体预算上面，你说国防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但是你去看所有的。你们的在删预算或者在讨论的过程当中，甚至在解冻，甚至在解冻那一天，普马委员当召集人的时候在解冻，因为你冻结你一定是要有问题嘛，你们解冻没有人来，你们解冻没有人来，那你是真的当初是因为有问题要把它冻结，还是你只是为了要动而动，然后现在被骂了，然后所以说那我把它解除掉？直接请问一下，因为连纽约时报都有注意到那赖总统的团结10奖。而这个团结10奖到目前为止，因为还有6奖，那还有这6奖，对整个国内来讲的话，赖总统希望能够达到团结国人，但是显然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管各阵营的解读是不是对于整个罢免氛围，会有一些的影响，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没有，我先讲哦，总统讲的是说被删被动哦，不是只有讲被删而已啊，所以你解释要解释清楚啊。都已经解冻了。都已经解冻。对啊，那你现在是解冻啊。问题是那所以就没有这件事了啊。那他为什么要骂嘞？动就是被删被动，就是他就是误导啊，他就是误导啊。因为你现在已经解冻，就没有动的问题了。你在误导嘛？没有，他在误导啦。因为已经解冻啊，没有动的问题了。OK， 继续。没有大罢免，动是监督啊，动是监督。那当然，总统10奖是大罢免的变数之一啦。这会是变数。对啊，他有压力，他有压力。没有，我是觉得这样的10奖当然都很好，但是呢，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讲吗？其实过年时间是蛮好的时间，因为过年大家都有空在家里面可以好好听长毛象的故事，可以好好听他的史观，然后可以讲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而且那个蓝营的电视台不开台，然后那不会及时反应，也不会骂他，所以呢，所以说你这个团结10奖呢，最好。就是你，也许你讲到4奖了，那你最多再讲一个，那剩下5奖可以移到过年去讲。那这样子呢？这样子就也是有10奖啊，只是时间拖长一点嘛。大家可能比较喜欢那个听总统讲话，所以你时间可以拖长一点嘛。那所以说这个就是。反正《纽约时报》都已经讲了嘛，不是吗？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跟。我觉得彭正生太太的过世呢，可能是不会就是这几天会吵，但是毕竟这种东西不会吵很久。但是总统的10奖如果继续讲下去，我不晓得未来内容是什么啦。但是问题是，他就是前面的几次讲话都已经有引起一些国际媒体的注意了。我觉得这个总统府应该要小心一点，尤其说我觉得总统在处理的时候，也许。有些地方是失言呐，譬如说你杂质的东西，你新闻稿拿掉的同时，你应该发表书面声明也行，或者口头声明也行，就是道歉。我失言，我讲错。然后你在第3讲的时候讲到，什么制宪代表，什么制宪代表有没有台湾有没有台湾代表的部分？可能没有不够精确，可是你还是把它拿掉了。拿掉的同时，你还是应该要应该说抱歉，我这个方面弄错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才能够修补你这2、3奖里面很多的。可是像昨天第4讲国防特别提到823跟古宁头，因为大家都知道823跟古宁头是我们能在台湾安居乐业这么多年，它是非常重要的战役。那赖总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同时也讲说那时候的纪念日的时候，他都会到金门去。那这些某种程度是不是也要好了？有人解读是说，这个除了在讲这个所谓台湾的重要，也把所谓的反共的概念也摆在这个里头，是吗？
是啊，我觉得说他这次这个这次的国防的东西是讲的比较平稳啊那文字上面当然就是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啊，就是声明主义无党所宗这样子念完，但是你在野党还是可以东挑西挑，挑一些有的没有的啊，什么这个什么1万块，还问人家什么东西有没有？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总统在这个时候讲这些东西，不管你的用意是如何啦，就是说你最好，我觉得你还是正面的表述。我觉得你的讲法应该是说，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希望国会这个改革，然后国会有这个结构性的改变的时候，你应该讲一个愿景出来，就是说国会改革之后，改变这个结构之后，我可以帮大家做什么事情，不会遭到国会的杯葛。这样会不会比较正面？OK， 人家要简单补充。是讲国防，我觉得是正确的啦。因为第一个嘛，就是说过去大家一直在比较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跟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对于国军的照顾。其实我老实讲，这也不用避讳啦。很多人就觉得马英九就是不重视国军啦。不然你那个黄复兴什么的，为什么会跟马英九搞得这么不好嘛？但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有包含一个，就是说军人加薪3万块的这件事情，确实在军里面有一些的发酵。OK， 所以你看赖清德讲国防，他特别去强调，你看这样，就昨天搞了一个，就然后先这样，好，军人坐飞机，如果今天这个机位这个商务舱啊头等舱有空优先升等，那为什么？我觉得他当然是要化解了啊。第二个是这个阶段讲国防，其实本来我们讲过嘛。实讲本来就是在跟在野党领袖做完国安汇报之后，他就打算就是有一个行程，就是要跟全民讲清楚。可是现在去讲两岸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馆长最近在蓝营很活跃。那馆长的那个论述啊，都是跟老共道歉，对不起，我以前误会了，原来你们这么的棒。然后他又讲说，台湾的前途要有什么全中国10几亿人大家一起来决定。赖清德现在去跟你讲国防，我认为时间点，如果就政治上的运作跟政治上的影响，我认为这个的时间点比那前3讲好多啦。来，创下，刚刚前面其实大家就讲说，当然有几个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会不会影响到24天以后投票，像这些大办，尤其是因为国民党主发会主委是收押了，你刚才也讲那新闻稿里面还卢权一嘛，好，大家不用避讳了，这是立委嘛。OK， 这是立委嘛？所以现在这所有这些形势，也就是这个火真的烧到国民党党中央了吗？现在变成是这样吗？可是你有没有听到？我记得是后知讲吧，后知没讲。如果要是办朱立伦的话，那国民党就发达。对，所以他就这样。所以现在怎么办？现在这个氛围到底该怎么办？基本上，如果真的只要约谈朱立伦，叶元之这个自称资优生的人就比较有希望了，这个是事实。因为坦白了，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一个关键是什么？只剩24天，只剩24天，你做任何的司法上的动作，在政治上马上就要面临所有话题的掀起，而你司法上不可能在24天有真正的结论，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那基本上呢，其实现在。国民党党部被收，国民党的这些状况，讲实话，在政治上的边际效益已经达到了顶。所以你再来这么一件，其实对国民党现在如果想要去抢救叶元之的人，不会受影响。所以其实司法上这件事情，除非烧到最高层，烧到最高层的时候呢，他们反而真的其实也不是疼惜朱立伦，而是情绪上有个出口。国民党的选民的投票率会高一点，这个对整个国民党这些立委来讲，都会是一个振奋投票的动员催票机，这个是事实。但是呢，基本上我讲的是吧，确实赖清德这件事情，是目前整个国民党会看到有点回升，国民党的动员有点回升，一个蛮关键的因素。这关键因素是什么？你因为只剩24天，你刚才讲说什么过年慢慢讲，第一个。有些事情你是身为总统，你身为总统你的角色，那不见得叫做讲错话。而是情绪上有个出口，国民党的选民的投票率会高一点。这个对整个国民党这些立委来讲。
都会是一个振奋投票的动员催票机，这个是事实。但是呢，基本上我讲的是确确实实赖清德这件事情是目前整个国民党会看到有点回升，国民党的动员有点回升一个蛮关键的因素。这关键因素是什么？你因为只剩24天，你刚才讲说什么过年慢慢讲。第一个，有些事情你是身为总统，你身为总统你的角色。那不见得叫做讲错话，那因为你的角色出来的，比如说我会看到了很多是读历史的人哦，听到打掉杂志的时候会想到权益制，我们读历史知道什么叫权益制，权益制是民主国家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就是权益制，没有权益制，那当然很多，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当时7成读理工，所以大家都知道杂食是不可能被打掉的。杂食要用回火、淬火，还有化学物质，还有很多光电才能处理的，而且有杂质，所以总统不适合讲这话。可是问题就出来了，这句话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大大得分？我还是回到前面，国民党对自己这一年做了什么没有回信。然后当赖清德讲了杂质之后，朱立伦中常会也骂啦，朱立伦觉得暗指的就是权益制啊，就是种族纯化啊。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把朱立伦国民党党中央这句话讲出来？因为上次你们在北检的时候，你们声援了纳粹啊，连德国代表处都会来骂嘛。你们没有对当年的某个你们的所谓青年军对纳粹的行为，国民党当时的反应跟后面讲的话没有关联。所以其实赖清德会让国民党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出来投票。可是会被造成就是整个大罢免现在这个氛围，国民党就真的得到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后援，还要考虑。后续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有人讲未来的形塑那场战争是反共 versus 你叫反绿也好，叫反赖也好，它会变成是这样子一场罢免跟反罢之间是化身成这2个对垒吗？而这个对垒，你如果看到个别的一些，因为花莲一定是重中之重的一区。傅昆萁是在平常就昨天是礼拜2办的那个，包括你看到那所有的体育馆里面现场所有那样一些人，他就是在现场告诉大家，我就是有这样的基层实力，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告诉所有的支持者，叫动员出来支持他吗？我觉得小傅是花莲王啊，所以他在那地方打法跟别人的打法一定都不一样啊，没有人像他对啊这么豪气的啦，而且他那地方，而且他本来就是因为他是。国民党目前里面所有人来讲，形象上最好打的，好，形象上最好打的，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也把它当成重兵。原本说要罢免某某，就是罢免傅昆萁，现在这个扩散效应好像比较少了，但是他还不是啊？那时候那个扩散效应是因为觉得傅昆萁根本罢不掉，根本打不掉，所以只能打别人。现在发现傅昆萁这期是不是？也有危险的可能性，所以就把重兵全部集结在这个地方。而且当时口号第一个就是罢免岳元之，就是罢免傅昆萁。我觉得因为傅昆萁好打啦，不好守。你说形象上，他本身形象上好打不好守，所以一定是打这个东西。原本希望要有扩散效应，但是扩散效应开始没有。但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最激烈的热战区，因为它有一个象征上的意义。民进党在这个地方这么久没有打下来，如果这个傅氏王朝能够被打下来，对民进党来讲。别的假设都没有了，光打这一个，他也可以有交代。但是问题说，你现在的问题是说，赖清德自己变成破口了，对，国民党天上掉下来礼物，突然掉一个赖清德出来，对不对？连续前面3讲，第1讲长毛象，第2讲杂志说，第3讲说没有参加制宪代表马区长，这4点他最后总统府都在稿子里面拿掉，他讲完之后，总统府都在稿子里面拿掉。然后民党长毛象没有拿掉，长毛象拿掉，留了猛犸象。长毛象有拿掉，留了猛犸象。他2个都有，没有长毛象讲没有拿掉，稿子拿掉了。今天不是生物，我们不是古生物看所以台湾第一狗有在吗？所以赖清德讲完之后，全党上下帮他擦屁股，好，要帮他解释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蔡英文时代会发生这样吗？对，国民所以假如来说，你继续讲啊。大家讲说昨天的国防讲得好吗？他讲那军人没有人在管你在野党3多少预算。你下你旁边那个人的感受不是啊，没有讲得很好，没有人在管你在野党3多少预算。我说时机，没有人在管你在野党3多少预算是不是烂山？大家在看这军人的商务舱啦，对。
我讲有讲是飞机会卖完之后，如果有昨天彭正生那件事情，我觉得因为蓝绿很多人都在看赖清德昨天那会怎么讲，大家都蓝绿都在等他出包。我觉得如果不是彭正生的事情，他昨天还会讲那么夸张。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出包。商务舱那件事情，对不对？好，那个任俊已经解释很清楚了，但是全世界就是没人这样干啊，对不对？美国我们看到的所有电影里面看到美国对退伍军人优先登机，好，优先安检，好，免费行李，就这样子而已啊。你今天赖清德要讲这个东西，你告诉我预算在哪里嘛，对不对？啊，你的可行性评估在哪里？所有人都知道说你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评估过嘛。那年轻人就这个东西很好嘴嘛，很好嘴嘛。你天天这样出包的时候，你告诉我说那个那在野党怎么不会笑？原本都应该讨论说哦，叶元之为什么该被罢？徐小新有多烂？傅昆萁如何？现在大家每天在等着拿着爆米花在看赖清德啊。赖清德变成这场选战后面的主角，所有都在看赖清德，谁在看在野党立委？你告诉我，你票动得出来？对，我们还是要看在野党立委，因为24席是24天以后要投票，他一根把24席都盖住了。OK， 但明凤，蓝营内部有媒体报道，蓝营内部有评估说，有8席委员是不是面临到的危机是特别危险？对，恭喜中奖了，你看。这八席呢，就突然台北多一席出来，然后那个就新北跟双北就有双北占几席？就有6席了。然后呢，就剩下台中只剩下1席危险，然后剩下就是台东的那个黄建斌。这是蓝营自己评估的吗？没有，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周刊自己评估的啦。因为他们今天有做一个那个新北的民调嘛。那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种我没有说怎么样，因为你现在的民调，除非你真的是党部或是你自己的个别候选人呐，你要做单区的才会比较准确，因为否则你这样一个县市丢下去之后，每一区可能就只有几百。因为200-300份这样子，它的误差值可能会比较大。那你现在这个，他们现在是公布新北的，我猜他们有做台北的，所以才会说有这样的评估啦。那当然就是第1名，当然就是叶元之啊，那第2名就是这个廖先祥啊，然后第3名就是洪孟凯嘛。我说新北的，可是问题是说他应该是那个就是说廖先祥，叶元之是很高，因为他的投票率要去投票跟投同意票两个人相乘是高达40几%的那个比率，然后廖先祥是34%，就是说你看那个陈柏惟他们投票，一个是26，一个是24嘛，那可是叶元之那部分就有40多了，那洪孟凯的部分也是33呐，但是问题是他同意跟不同意的部分呢是差距不大。可是洪孟凯是有组织票的人，所以才有24天，这个组织票是可能是会拉起来的。所以说，那你像那个罗明才跟林德福他们做出来，就是根本就是不同意大于同意，那2席就是安全的选票嘛。那台北部分就是大家评估的嘛，就是这个。徐小新跟王宏威啊，然后外加李彦秀就比较危险。那这罗廷伟是比较高的，然后再来就是台东的黄建斌，里面没有花莲呐。那就说，可是廖先祥会突然跑出来，是因为廖先祥讲了一句对于萧美琴那个话是说，哎呀，怎么就说好像没有达成功，好像很逊的感觉，所以廖先祥在整个仇恨值里面，他就突然飙到最高值。这个就是台湾议题研究中心通常都在做那个声量比较的机构嘛，所以对于双北的国民党罢免的3阶投票的仇恨值比较，这个廖先祥一下子跳到第1名了啦，然后林德福就是第2名。林德福可能是因为是建商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晓得林德福为什么是第2名，但是第3名还是叶元之啊，资优生。然后再来就是徐小新跟王宏伟、赖世宝，就还是一样，就是
除了第一名廖先祥跑在前面之外，其他的这个所谓仇恨值的东西，跟我们本来的这个脉络还是没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参考，就是我觉得现在任何调查都只限于今天，只限于现在，因为未来，因为譬如说。我们宣布6月20宣布7月26号之前，我们也不晓得会有彭振声太太的事情，我们也不晓得会有总统实讲的事情，然后未来会发生什么变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我觉得目前的东西就是参考一下而已。那你现在，我觉得现在双方都动得很热的情况之下，你要看中间那一块选民谁能够跑出来呼叫他们出来投票投哪一边。现在我觉得选战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一块会变成一个越到26号那一块会越来越重要。那你现在就是因为绿的本来就已经很高了，蓝的这个投票有喊出来一点嘛，那就继续喊。可是喊到最后会变成说中间的要不要加入这一场的这个大罢免的话，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关键呢。元之，你有看到这新闻吗？就里面讲的这个分析，如果就这里面来看的话，因为一定投，而且赞成罢免跟不赞成的，你这一区是将近一半，62-31。你自己对这样的一个数字有什么样一些的解读？然后包括你怎么样去把你的所有的人推出来？因为你是说你是个绩优生，然后怎么会变成这样？没有，那个民调部分是这样嘛，因为我们那边。选区的结构嘛，就是一开始就被大家锁定的啦。因为我那时候赢对手只有赢2000多票嘛，然后大家又说什么我会赢，就是因为什么对手。可是台东那个人赢的比你更少他才赢1200票。他赢的比我多，赢的比我最少，比我少是涂权局最少第2名，涂权局1000多但不管怎么样都少啦。那为什么涂权局没有第一名是第一名呢？如果你是这种结构论的话，不是我们在讲民调啊，你讲的是声量啊，我讲的是民调。没有，我讲的是选票。是我现在讲没关系，新闻我想进新闻。什么叫鸡同鸭讲？这进新闻的民调啦。所以我一开始就一直被锁定嘛，而且我是最早被针对的嘛，在去年很早他们就开始弄了啦，所以当然民调一直都很危险，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尽量努力啦，对，就尽量努力，然后。那这个民调我们也是会参考啦，但是因为它样本比较少，它上次做出来台北市好像5个被罢免的立委里面最危险的是赖士宝，因为也是样本少的关系。你自己有做民调吗？我自己接下来我会做啦，因为还没做，现在还没做，对，然后再努力一段时间再来做这样，然后反正我们就尽量加强这个陆战，再来就是这个。我觉得现在因为民进党他也是一直锁定我嘛，好，譬如说像早上吴思瑶跟那个赖瑞龙一个是台北的立委，一个是高雄立委，然后今天立法院早上开会，他们也不去开会，就跑来我这要罢免我，再来就是这个。我觉得现在因为民进党他也是一直锁定我嘛，好，譬如说像早上吴思瑶跟那个赖瑞龙一个是台北的立委，一个是高雄立委，然后今天立法院早上开会，他们也不去开会，就跑来我这要罢免我，跑来板桥来欺负板桥人。好，那吴思瑶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被人家攻击一件事情啊，因为他昨天才骂那个傅昆萁。说傅昆萁怎么会在礼拜2的时候有院会的时候，跑去办造势活动，是翘班，然后带着蓝白的一些部分去立委，但是他其实在利用一个资讯落差啦。就昨天为什么大家没有去院会？那是因为5·2一次会嘛，礼拜5的时候大家已经都知道礼拜5、礼拜2要通过什么案子。那像昨天是2个嘛，一个是投资人保护法，一个是国际金融业务条例嘛，这个是在。礼拜5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协商过了，没有异议的嘛，没有异议就是那个主席念一念就会通过了嘛，所以本来就是去的人就不多，没有异议就可以不用去上班开会啊。那不是上班，因为一般都你也跑过立法院呐，你也都知道什么状况。我怎么样？那对啦，对。那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就利用资讯落差在攻击。OK，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这一届常常被这样用资讯落差攻击，为什么？因为
像譬如说上一次民进党有一个立委就公布个影片，他拍我们蓝白的位置，然后就说，哎呀，不是要研会吗？怎么在院会都没有人在呢？啊，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在休息的时候，就常常用这样攻击。好，那吴思瑶，你昨天用这么高标准在指控傅昆萁，那今天呢？啊，今天委员会也有开会啊，啊，你为什么翘班跑到板桥嘞？所以今天这个陈冠安是国民党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就说吴思瑶就翘班搞罢免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为什么讲说吴思瑶是放牛班罢免我自由班，因为吴思瑶他跑来我们板桥造谣，他说我长期都没有在立法院问政，可是实际上我们去调一个你很需要出席的一个东西，叫做委员会质询。我的委员会质询这个立法院公开的网站查的哦，我113次。吴思瑶几次？他49次。赖热荣更惨不忍睹，才35次。我的委员会质询的次数是他们两个加起来都是他们两3倍。这个是你要去的。啊，你人要在那边质询，而且你要花时间准备。他们的次数是比我少这么多，结果他跑来骂我说我都没有在立法院问政。那如果连我比你多这么多都是没有在立法院问政，那你们不就是放牛班吗？所以我才会这样讲。我觉得原知委员应该现在是非常的着急啦。那尤其是这个思瑶委员在罢免没有，连他第2阶这个部分都没有办法过。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思瑶他不管是在立法院或者是在地方上的服务，是受到民众的肯定。因为你如果今天是做不好，民众当然会觉得说，你今天去摆联署摊的时候，一定会出来，会来觉得说你做不好，我连地方都没看到你服务做不好，你凭什么来当我来签下这个联署？但是他吴思瑶的联署连这个都没有过，那。现在，叶元之现在委员现在开始要进入到第3阶要投票了，他当然会紧张啊，因为思瑶这么优秀的一个立委，包含他在立法院的表现，包含他的一些问政，包含他在立法院值班这些，当大家都要在的时候他在，那国民党有些不在的时间他也都在，那你说他现在是放牛班？跟叶元之比起来，我觉得在网络上大家可能会刷一排，想说问号叶元之到底在讲什么？立法院公开资料，那因为大家都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啦。我觉得要根据立法院公开的资料来看，地方上的服务到底是谁做，有没有做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原汁原味，因为这是镜新闻自己写的嘛，它里面就有写到一段，说镜周刊就有写到，就是说直接点名一位政坛人士们都知道的一个问题。那板桥区立委叶元之的人和问题也受到瞩目，在地议员、里长都对叶颇有微词。以后不要用这种匿名的啦，你不要用匿名的。这不是我匿名，因为这是我是照镜周刊的吧？惊动侯友宜亲自沟通安抚，才会让地方民怨不会爆发。啊，我觉得这是地方上讲的。那对于一个立委，我们大家最在意的就是第一个人和，第2个我地方的服务，第3个我在议场上的质询有没有被民众所看到，或者我有没有认真？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民进党现在有设定，譬如大家都说花莲是重中之重的一席，或是台北有没有哪几位他的仇恨值也许比较高？因为你自己是在中山这一带，中山北松山这边，所以对你自己除了像民进党来讲的话，当然我知道那都有很多民进党朋友会希望那个24席、30席要不要全部都罢掉？可是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有在区别上面？譬如说花莲一定要重兵，想尽办法。刚才后置讲那是有象征性的，一定要打掉。台北你自己除了这中山以外，你们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觉得说有象征性的意义，一定要打掉？有吗？台北市对我们来讲啦，你不是讲对我们来讲，因为直接讲说对公民团体来讲，因为他们现在喊的是什么？因为那一天在小巨蛋的门口的时候，他们喊的是台北罢掉5席，台北会更好。那这一个部分对于台北市民来讲，如果你以仇恨值啊，我现在讲地方上我们在走的时候，仇恨值第一当然是徐巧芯，第2王宏威紧追在后，好，然后再来第3是这个罗智强。好，那当然相较来讲，仇恨值比较低的可能就是李彦秀跟赖世宝。那他们2个状况比较不一样，因为赖世宝是有些是因为很多人讲对他做太久了，我从什么小时候到长大到结婚生子都还是赖世宝，还有做很久一个状况，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要其实会是落在仇恨值真的比较高，而且对于在媒体上面对于公民的挑衅，包含你看像霸团最近也帮这个王宏威编了一段舞嘛，就是来啊来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现在在地方上，像我前几天去
算我们选区比较蓝的一个地方的菜市场，长春市场，因为旁边是国宅。那以前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得到，就是支持你跟不支持你的，其实久了你看这个人的眼神就知道。OK。但是当上个礼拜我们去到地方的时候，在宣传罢免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已经分不出来了。因为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可能应该不是支持这个罢免的，可是他主动走过来，可以给我就是一个老奶奶，她就是外省人，她就说可以给我一把扇子嘛，加油。那更多的其实是年轻人带着小孩走过来说加油，可以给我们一个扇子。自己你就看到说，他其实在整个的氛围上面，在台北市。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除了傅崐萁之外，他是真的就除了象征性，而且他也是在立法院很重要的带着头，什么国会扩权法这些等等。但是在台北市来讲，如果依照罢免就是仇恨值，我觉得3席里面，这个是在目前，而且又是蓝大于绿的选区上面，它是一个氛围跟以往有在改变的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在宣传罢免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已经分不出来了。因为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可能应该不是支持这个罢免的，可是他主动走过来，可以给我就是一个老奶奶，她就是外省人，她就说可以给我一把扇子嘛，加油。那更多的其实是年轻人带着小孩走过来说加油，可以给我们一个扇子。自己你就看到说，他其实在整个的氛围上面，在台北市。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除了傅崐萁之外，他是真的就除了象征性，而且他也是在立法院很重要的带着头，什么国会扩权法这些等等。但是在台北市来讲，如果依照罢免就是仇恨值，我觉得3席里面，这个是在目前，而且又是蓝大于绿的选区上面，它是一个氛围跟以往有在改变的不一样的一个状况。那5席当然我们都希望罢掉，因为这对于未来上面来说，台北市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因为中央的预算攸关于台北市，因为包含社宅、包含捷运，我们系统要更新，这些都是中央的预算，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那这5位立委在立法院并没有去处理这一块，那你说到后面，我们当然会希望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更优质的立委，那是更照顾台北市的一个立委？那这5席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希望能够把它换掉。OK， 当然你看到竞选委里面的今天出的是新北，敏凤刚刚讲未来会不会可能还会有没有台北啦或其他街？你如果看这些数字，你不要一看完这数字就觉得岳人志一定会被罢掉，因为这个数字。他是说一定投，而且赞成罢免的是这个，不赞成这样。但问题是，我们每次在讲那个数字的交叉乘出来的结果，如果反对罢免的是6成，赞成罢免的是4成，那如果一定投，而且他会赞成罢免的话，假设6成或7成，你就要把那个数字跟另外一边的数字乘起来，你就知道结果不一定。那只是这表示岳人志在这过程当中。确实是面临到了一些的危险，原来这样解读没有错吧？应该可以这样解读这些。像这种吴思瑶一天到晚造谣的，我们都要一直澄清，很累。反罢跟选举真的差很多，因为反罢就要一直去澄清很多谣言。然后我也补充一下，吴思瑶其实不是说他做得好，所以没被罢免，那是因为他领衔人跑掉。他其实联署是有过的。然后中选会又一个奇怪解释，说补件只能1次。实际上应该是法规规定就是法规是说不能换人只能换1次，是说换人换1次，不是说补件只能1次。所以他如果按照洛方的标准，他也是不 OK 的。那如果讲造谣，你刚刚其实就造谣，因为他刚刚讲说我们很支持国防预算啊，但是叶元之委员你自己在国防预算在乱删预算上面，你之前自己在节目上说我删了，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这样子讲，你又在造谣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拜托一下好不好？这个就是造谣，侧翼在带的风向。那你有没有乱删预算？我没有乱删啊，我们都看过啊。你确定你们看过？你们看过还可以删的比原本的预算编列还要多，这让你看过？哪一笔？
包含昨天我们在讲教育的部门、卫福部的部门，其实每一个部门都有嘛。外交部就有，外交部就有嘛，没有啊，外交部就有啊，还没有，这就是在硬凹，在造谣说法，根本就没有。礼拜一啊，而且他的点一直跳来跳去，一下说什么我不知道这删什么，一下又说我为什么删透，点一直跳来跳去。因为主要你讲说我们没有乱删预算，然后刚刚讲那个赖清德，讲那个赖清德的那个造谣呢，也没办法帮赖清德护航，就去骂国民党。民进党都这样，仇恨值也不低啦。实际上应该是法规规定就是法规是说不能换人只能换一次，是说换人换一次，不是说补件只能一次。所以他如果按照洛方的标准，他也是不 OK 的。那如果讲造谣，你刚刚其实就造谣，因为他刚刚讲说我们很支持国防预算啊，但是叶元之委员你自己在国防预算在乱删预算上面，你之前自己在节目上说我删了，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这样子讲，你又在造谣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拜托一下好不好？这个就是造谣，侧翼在带的风向。那你有没有乱删预算？我没有乱删啊，我们都看过啊。你确定你们看过？你们看过还可以删的比原本的预算编列还要多，这叫你看过？哪一笔？包含昨天我们在讲教育的部门、卫福部的部门，其实每一个部门都有嘛。外交部就有，外交部就有嘛。没有啊，外交部就有啊，还没有，这就是在硬凹，在造谣，根本就没有。而且他的点一直跳来跳去，一下说什么我不知道这删什么，一下又说我为什么删透，点一直跳来跳去。因为主要你讲说我们没有乱删预算，然后刚刚讲那个赖清德，讲那个赖清德的那个造谣呢，也没办法帮赖清德护航，就去骂国民党。民进党都这样，仇恨值也不低啦。你光看我们国内就已经讲成这样。创下1分钟问一下，美国比我们严重吧？马斯克跟川普两个人到底在搞什么？他们是真的撕破脸到这个地步吗？用内战了啊！基本上呢，上一次马斯克和川普就吵过一次吧？对啊，那吵过一次，后来不是发那个马斯克后来不是有发一个信息讲说啊有道歉还是什么？大家就觉得结束了，没有，吵得更凶啊！因为这个是最后呢，你看连共和党都有2票跑掉，对，所以50对50，最后范式下去才51，所以那个大而美专案，那但是呢，对马斯克来讲，他前面去做什么？要把政府 cost down，你现在是大量减税，政府要大量支出，所以马斯克又出来呛枪，那就川普呢就回来对了，因为川普现在当时是你也只出3亿美元而已啊。对不对？我现在是总统我已经有2兆美元的投资了，所以川普跟他就已经不了，所以川普就讲了，我记得在拜登的时候啊，你的那个 SpaceX 啊，你的无人车啊，你的什么政府得了很多补助，我要根据上一次你那个整个政府的追要斗死的精神，我要追查你，那结果他就开始就对呛回去了，对，然后后面又讲了一句啊，我还要回去追查一下。你怎么可以得到这么多补助呢？你是南非长大的第1代移民，高中还是在南非。那如果这样子，我是可以取消你的美国的资格，把你送回南非。所以现在又开始对抗，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川普现在呢关税打到现在，但是你有真正的看到他讲的关税之后给美国赚来很多钱吗？是目前还在焦灼。然后乌克兰战争、俄乌战争几天就可以解决。那目前好像没有，然后伊朗呢，卫星又看到福尔多上面，好像在措施，所以川普现在就需要大而美，让美国人得到有获利。结果你这个时候，马斯克跟他又唱对呛，而且你们2个人关系全美国人都知道，所以看起来可能真的马斯克要回到南非去看大草原的。OK， 那马斯克到底会不会去组新党？不知道，因为他讲说是时候要组党。未来美国，因为美国的政治会影响到全球，而这样的一个影响在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发酵，大家会在观察。而国内，整个大罢免投票还剩下24天的，接下来这24天还会有什么样一些状况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